郎君一路追随，有何贵干？跟我走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将死之人，知道这么多又有何用？自然是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死后好像阎罗伸冤。哼！人世间尚无公道，你还指望着阴间？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跟我走，别想耍心思。想带我走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我是有救兵的。少兄，他没我快，是你快不过他。配音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受伤了。伤哪儿了？那人应该还没走远。雨大了，不要追了。可他要杀你。他并非想要杀我，他只是威胁我随他离开。此番不成，一定还有下次。下次再抓他也来得及。天冷了，别着凉了。可看清凶手样貌了？那人中等身材，头戴斗笠，有意遮掩面容。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浓眉细眼，眼角有疤。我看到那人手指黑粗皲裂，骨节突出。但不像是专做打手的，应是平日里做粗重活多些。这刀粗笨，也非好钢材，刀柄上有锈迹，应该用的不多。不过也难保凶手为了掩盖身份，故意找了一把旧刀。太史城最近可有得罪什么人？太史局人事和谐，心向亦无逆反。就算我得罪了人而不自知，也不至于遭人怨恨到刀兵相见。莫非是银面具的手下？那人虽会功夫，但身手一般，根本不是县主的对手。先见银面具手下的招式凌厉凶狠，与此人大不相同。那人身手固然在我之下，但我同他交手之时，能感觉到他并未使出全部功力。只是一味抵挡，想要脱身。究竟是什么人，竟然冲着太史城去了？现在线索还少，那人行凶时连我的身份都没有确认，未必是冲我来的。下此结论为时尚早。至少我算到。你会来救我？还在嘴硬。我有师祖罗盘护身，就算今晚你没有出现，我也能保住这条命的。裴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的时机差了分毫？我真的只能替你收尸了。夜路难走，今晚恐怕要麻烦县主收留了。去休息吧。生气了？
今晚是我考虑欠妥，不过你最近在查银面具的身份，正愁没有线索。若能以我为饵，引那人出来，说不定能扭转局势。我躲得了一时，但我不能一直藏身于此。就算你我都不在乎那些风言风语，我也不想平添了旁人的谈资。罢了，既然你非要当这个饵，天一亮便回去。你与姑兄会护我周全吧？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死的。佩仪，今晚你为何会去太师局？下雨了，给你送伞。圣上，此曲在教坊司也曾听过多次，皆是舒缓婉约。今日这般大气磅礴、狂放恣意，倒是别有一番快意潇洒之境，以前从未有过。你弹得不错。是玉书为这首曲子重新演绎，奴婢只是与之相合。哦，如此大气雄浑的曲境，竟然是出自女子的巧思。为何不能是女子？你这位娘子，收拾一下，随老奴走吧。请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还都不知道玉书这一去意味着什么。玉书，玉书。你别毁了自己的手，你还要弹软呢。我好看呐，玉书，玉书，谢谢你们，没有问我玉书为何要哭，为何不悦。他不想留在宫中。是。原本出宫之后，我们便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之人。我们相约一起去看胡天8月季飞雪，去感受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只是因为那一晚，玉书便被王才女的身份永远困在了这宫墙之中。王才女的孩子，圣上娘，我不知道。你在寒凉殿弄出动静，不就是想让我们发现她怀孕的事吗？是，但我不能确定。玉书没有直接告诉过我。我知道，玉书自从去了寒凉殿，就没再被临幸过。我见她日渐消沉，佯装坚强。她说这样也挺好的，安安静静的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琢磨曲子。但我知道，她只是在安慰我，她不在意圣上冷落她，
但他怎会甘愿就这样度过一生？他不提，我便也不说。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这样同他相处，直到2个月前，他变得有些不一样了。你最近来的少了，天开始热了。我新写的，你看看。你最近精神好多了，可是有什么开心事儿？阿豪，你可还记得我们曾经说好的，去游江去看雪？当然记得。你还有6个月就可以出宫了。到时候这些事情，你一定要去做。真希望能和你一起。真希望能和你一起。其实那天我就察觉出来他有些不对。但我看他对生活又燃起了希望，我为他高兴，我便没有多想。可我送他离开的时候，玉书，从那之后，玉书没再来过，而教坊越人非诏不可入内宫，我也很难再见到他，再得到他的消息。亦是他的死讯。他是被人害死的。为何如此笃定？玉书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会因为区区风寒丧命？而且玉书怀有身孕，却不敢上报。我怕他一定是被人害死的。我必须要帮他报仇。所以你就在寒凉殿弄出动静。入宫前，我曾拜师学过口技，原本打算闹出些动静来，就算内业局不查，那个人也定有所耳闻。只要他有反应，我就可以。可以怎样？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。王才女可与什么人交好？在教坊司时，玉书与我形影不离，从不单独见人。至于册封之后，我不知道。你方才提到的香囊可还在？
我原本打算等他再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再还给他。除了这个装拨片的小袋子，这个香囊并无特别之处。不过，走吧。县主，何时抓我？太史城已经为寒凉殿驱邪除秽，怪事不复再来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多谢县主。县主是如何发现阿好是女子的？方才与她过招时，摸到手腕便确定了，女子骨相与男子不同，这是伪装不了的。但我知道，太史城早我一步。我是通过她起身的方式发现的。小兄，所以我们谁赢了？县主先抓到的人，自然是县主赢了。萧兄先选对了人，还是算你赢？那就算平手。王才女的病历记录不能带书，我都抄下来了。就这些？这一页纸就是她半年来看病吃药的记录。果然未有身孕记录，风寒身故。一个人活了20年，只留下风寒身故这4个字。负责他的医政怎么说10天前回乡省亲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直接去问问王才女好了。哎，特意安排的，这才像样。皇陵重地，不得擅闯。
你看我像是擅闯吗？富昌县主，这位是王才女的表亲，娘子英年早逝，圣上费尽心力才找到她的亲眷，并特许她前来拜见。娘子已经入殓，不日就将下葬。若是吊唁余归，县主还需有许可才行。圣上悲悯，王才女听眷就是许可。哎，爆花易燃，要小心火烛。是松木的爆花，防潮除味。不过天太热，放这些也无济于事。死前遭受痛苦，面部狰狞扭曲，尸体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表情。请孝兄帮我记录：双目圆瞪，牙关紧闭，肤色发青。看来王才女的病历没有如实记录。不是死于风寒，风寒而死的尸体，肤色微黄，眼睛和口部都是紧闭的。还好有冰块降温，尸体腐坏不算太严重。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是击打的痕迹，但皮肤上布满了红点，皮疹，不像是表面的疹子，像是皮下的出血点。我还以为县主买腊梅饼只是为了祭拜呢。不过只是皮疹，热敷之后不会有变化。是外伤还是中毒？舌底发黑，是中毒。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摸不出什么。看来王才女是死于毒杀。这种毒症状特别，若不验尸，恐怕根本就不会发现。但根据那2位工人所说，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，何以会被毒杀？想要杀人，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。胎儿已经有骨骼，至少有4个月了。王才女的病历中并没有记录，翅膀上的粉末是被人粘上去的。或是粉，这种蝴蝶洗尸腐液多在潮湿的沼泽旁，而灵宫建在高处，干燥通风，蝴蝶是被人放进来的。还真是准备的周到。
哎呀，这是发生了何事啊？糟了，我得去上报。现在上报，你今年上元节就能用上你家人给你烧的金元宝了。县主，你要做什么？一只脚都踏上黄泉路了，还问我要做什么，真是费劲。嫔妃棺木暗置应是紫木，但王才女的棺材却是河柳木。那棺木中放了满满的松木爆花，看上去像是除湿吸味，实则和河柳木一样，都是极易燃烧的东西。加上那极易引燃的火石粉，王才女尸身被毁，靠的可都是她的。老奴只负责看守和下葬，不知道县主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就说点你听得懂的。你监督不严，停尸棺木被替换，却丝毫未查，看守不力，引王才女尸身被烧。你赶着去上报，不过是自投罗网，真以为自己能撇清所有责任？还请县主明示。本县主知道你恪尽职守，特意将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给你。如何将功补过？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？今天值夜的全都在这儿了。所有人把手都伸出来。都按照他说的做。县主，你们这是要查什么呀？蝴蝶翅膀上有火石粉，按理说，若是这些人所为，必定有人手上会有大量火石粉，暗室中也会有一大片绿柏。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，并未亲自动手？只是什么人？王德军。今夜不是你当值，你来做什么？是梁微山叫我来的，他今日告假，我来替他。梁微山确实没来。你几时来的？来了有1刻了。记得真清楚，把他拿下。是。啊。这招真是又慈悲又歹毒，不愧是老大想出来的审讯法子。还不是枭兄逼的，又不让我用刑，又得让他招供。放开我！走吧，去审审这位蝴蝶郎君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干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蝴蝶从灵宫殿的气窗飞进去，蝴蝶被尸体的腐液所吸引，在尸体上盘旋，事先粘在蝴蝶翅膀上的火石粉落在尸体上，今夜闷热，棺材内充满腐气，火石粉遇热即燃，而木爆花和棺木都属易燃之物，火势骤起，尸体也被焚毁。那些蝴蝶就是你从气窗放进去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你们这是诬陷、栽赃，
想用这些恶心的蚊虫酷刑逼供，我是不会认的。虚张声势，没什么被审讯的经验吧？蝴蝶不好找，好不容易给你引来这些飞蛾，你却说恶心。能把你带回来，自然不会冤枉你。陵园墓地一身火石粉，你生怕留下火石粉的痕迹，手上的早稻味5步开外都闻得到。我就是爱干净，恰好洗了手，你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冤枉我呀！好啊，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今日为何给人替班？我今天本来是要去抓些药，昨天就没答应跟梁微山换班。可医生一早出了城，我就想着替他能多拿份钱，就还是来了。找你们问话，又为何不去？我到了之后，直接去把前几排墓碑挨个擦个遍，擦了得有1刻，没听到要问话呀。词背的倒是挺熟，但说出来太生硬了。告诉你一个我最近新学的审讯技巧：县主问你今日为何给人替班，正常人会说今日恰好无事，来替班多拿份钱。县主再问，叫你问话为何不去，正常人会说在干活没听见。心里没鬼的人，问什么便答什么，再细问才会详细说原因。人家只问你一句，你便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你还说你心里没有鬼。我跟太史丞学这些，下次再做亏心事被抓，记得别犯蠢。空口无凭。快去追！是谁？谁要杀我？那只能问你了，是谁要杀你？是个女的，穿黑衣服，她给了我一盒蝴蝶，说有人要来看王才女的尸体，就把蝴蝶放进去。那蝴蝶太难养了，死了一大半了。你们要是再晚来几天，我也就没蝴蝶可以放了。来人还有什么特征？极深的很，兜帽遮脸，手都用袍子遮着。真没看到。什么都没看到，你就敢接着差事？我哪知道他要放火烧尸啊！我以为就是放放蝴蝶，便可得1贯钱啊！县主，没抓到，没抓到，宫中有刺客，怎么会抓不到啊？该问的话都问完了，把人放了吧。哎，别放我，别放我！我现在出去就死定了。把我关起来，我还有要交代的。你交代的这些都不足以治罪，我只能放人。我有物证要提供。那个养蝴蝶的盒子看起来很贵重，那人本来让我事成之后烧掉，我没舍得，就藏在灵宫殿外的回廊下。去找。是。这下可以把我关起来了吧？你提供证据有功，更要放人了。不要！救命啊！老大，我这建设的不比顾司局差吧？还不错，有进步。那你刚才踢了那一脚，解不解气？还行吧。王才女真的有冤啊！讨论案情没必要这么鬼鬼祟祟吧？
说宫闱秘事习惯了，圣上在册封之后就没有临幸过王才女了。这样看来，王才女是不是十有八九有了私情，怀了身孕？孩子的父亲怕事情败露，就痛下杀手了。嫔妃有私情是重罪，如此罪名，不可轻易下定。医生最后一次为她把脉是什么时候1个多月前。喜脉最容易诊出，把了脉，有孕的事就瞒不住了。那个医正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县主，太师臣，吃点东西吧。寒凉殿这么偏僻，若你们娘子想去别的宫院走动，怕是麻烦。是偏僻，不过我们娘子除了偶尔去教坊给阮咸调音换弦，很少出门。娘子清高傲气，不喜与人结交。如此，恐怕很容易得罪人。她不与人来往，就是想得罪人也没机会。娘子在宫中，除了诵经，便是弹琴。那些嫔妃娘子，怕是都不晓得宫中还有这么一位才女。娘子风寒去世前，可有什么异常？去世前2个月，韦贤妃曾来找过娘子。韦贤妃精通音律，说是欣赏娘子才华，找到了知音，还送了娘子一把软。这算吗？王才女平日里吃的喝的，都是经你们之手。是啊。若有人想给你们娘子少量多次下毒，是不是通过你们最方便？县主，您这是何意？我们虽侍奉娘子的时日不长，但娘子对于我们也很照顾，我们怎么可能敢给娘子下毒呢？除了你们，还有谁有机会？有一样东西是不经我们手的，汤药。医生开给娘子调理身体的安神汤。明明就放在里面呢，怎么没了？看来这人动作很快。这株海棠可是从桌子那边挪过来的。是。为何要挪动？这海棠平日里生得很好，上月开始忽然有些枯了，我想放在窗边多见见风，或许能好。就把这2盆换了个位置。谁能想，这盆海棠不仅没见好转，这盆花也有些蔫儿了。县主，可看得出来这是什么？白芍、桑寄生、炙甘草，这不是安神汤，是安胎药。安胎药？娘子并未怀孕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种东西可会让植物枯萎。不会，只可能是汤药有毒。王才女平日可喜欢喝酒？出来时，娘子心情不好，的确借酒消愁。后来，倒没见她喝了。
莫非？这凶手真是狠毒，那一众回乡做的船翻了，到现在连尸体都还没找到。玉书从病发到去世，也是他负责的吧？是。这些是什么？哪儿来的？太史城神机妙算，从花盆里找到的，玉书被人下毒的安胎药。怎么找到的？海棠十分易活，且正值花期，这盆却几乎枯死，极为反常。而且植物向阳的一面，枝叶会更加茂密，但这海棠朝阳的一面反而稀疏，更加反常。果然，蕊生说这海棠是被移动过的。然后呢？再看屋内其他植物，除了海棠，就只有桌旁的那棵有些枯了。而蕊生说，海棠就是从桌边移过来的。2盆摆在桌边的花先后枯死，应该不是巧合。而桌边是起居最方便的位置，所以我就有了猜测。小兄，你快跟五人说实话吧，到底怎么发现的？我卜了一卦。太史城真是神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药煎煮过又晾了这么久，还能查出是什么毒吗？有点麻烦，但未必不能查出来。下毒不易察觉，慢性发抖，死时十分痛苦。尸体上有红色花朵状斑点，